3. 阿特拉斯是外星文明嗎？银河系中有多少外星文明？人類有可能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物吗？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那他們到底在哪？他們的文明又进化到什麼程度了？他们在發展成星际文明之前又會遭遇什麼？在這個宇宙中是否還存在着另一種生命的可能？我們的銀河系共有3000多億顆恆星，而在可觀測宇宙中，這樣的星系還有2萬億顆。夜空中每一個點亮的光點都可能是一顆恆星，而每一顆恆星身邊都可能環繞着行星。如果地球能孕育出生命與文明，那麼在這數以萬億計的行星之中，是否還有無數個地球正在孕育屬於他們的故事？1961年，一位年輕的天文學家試圖用數學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叫弗蘭克·德雷克。他提出了一個公式，試圖計算銀河系中可能存在多少個能夠與我們交流的文明。這個公式後來被稱為德雷克公式，而有關外星文明的一切答案就藏在其中。歡迎來到探索宇宙第2期，外星文明。時間回到1961年。美國國家射電天文台舉辦了一次秘密會議，會議的主題是人類是否有可能通過科學手段與外星文明取得聯繫。在這次會議上，年輕的天文學家弗蘭克·德雷克提出了一個公式，試圖用數學的方式來估算銀河系中可能存在多少可溝通的智慧文明。他知道這個問題沒有明確答案，但公式可以把模糊的思考拆解成清晰的參數，逼近一個合理的範圍。於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外星文明公式就此誕生。其中 ，NG 等於銀河系中擁有恆星的數量 ，FP 等於擁有行星系統的恆星比例 ，NE 等於每個行星系統中適合生命的行星數量 ，FL 等於在這些行星上實際出現生命的比例 ，FI 等於從生命到智慧生命的比例 ，FC 等於能夠進行通信的文明比例 ，FL 等於文明可持續存在的時間比例。這個公式的意義不在於計算一個精確答案，而是提供了一個框架。它告訴人類，要找到外星文明，我們必須逐一回答這些問題。NG，銀河系中擁有恆星的數量，這一項是所有故事的起點。沒有恆星，就沒有行星；沒有行星，就沒有生命。在今天，我們知道銀河系的直徑大約有10萬光年，內部大約存在2000億到4000億顆恆星，但這些恆星並不是均勻分布的。它們像沙粒一樣沿着銀河的懸臂聚集，在星際塵埃的間隙裡閃爍。其中有些恆星的壽命極短，比如大質量的藍巨星，只能存在幾百萬年，它們太躁動，不可能讓生命有足夠的時間誕生。而另一些恆星，比如類似太陽的巨型主序星，壽命可達100億年，它們發出的光溫柔而穩定，這種恆星才可能孕育生命。所以在計算時，我們通常只考慮那些壽命長、穩定且具備行星形成條件的恆星。即使我們只看這些最靠譜的恆星，這個數量仍能達到數十億至數百億顆。FP 擁有行星系統的恆星比例，並不是所有的恆星都擁有行星，但在過去幾十年的觀測表明，行星其實非常普遍。得益於開普勒太空望遠鏡和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的觀測，我們發現幾乎每一顆恆星附近都可能有行星在圍繞它運轉。2009年至2018年間，開普勒任務確認了超過2600顆系外行星的存在。也就是說，行星系統幾乎是恆星形成的自然副產物。科學家估算，銀河系中行星的總數可能超過1萬億顆。換句話說，行星比恆星還要多，所以這個比例會非常高，幾乎接近於1。每個行星系統中適合生命的行星數量。有了行星，並不代表這些行星都能孕育生命。有的行星靠得太近，炙熱到岩石都在融化；有的行星離得太遠，寒冷到氣體都被凍結。NE 代表的就是在一個恆星系統中，平均有多少顆行星位於適宜生命存在的區域。這個區域我們通常稱為宜居帶。所謂宜居帶，就是液態水能夠穩定存在的區域。水是生命最基本的介質，幾乎所有已知的生命活動都離不開水。通過對系外行星的觀測，科學家發現，幾乎每200顆恆星系統中就有1顆行星位於宜居帶，
比如開普勒452b、比鄰星 B 和特拉比斯特-1系統中的多顆行星，都可能位於它們各自恆星的宜居帶內。這一步，我們就把行星篩選到了可能孕育生命的行星。在這些行星上實際出現生命的比例。生命的出現是從化學到生物的奇蹟。即使行星具備了所有必要條件，水、大氣、能量、穩定的環境，生命也未必一定出現。在地球上，生命的出現似乎非常迅速。地球大約在45億年前形成，而最早的生命痕迹可能在約38億年前就出現了。在地球的早期海洋中，生命幾乎是條件一到就立刻誕生，這讓很多科學家相信，只要條件合適，生命的誕生或許是自然的、必然的。但另一方面，我們對宇宙中其他行星的樣本幾乎為零，我們不知道地球的經歷是普遍的，還是極端的偶然。如果這個值很高，宇宙中可能充滿生命；如果很低，也許整個宇宙只有地球這一次幸運的化學反應。從生命到智慧生命的比例，即便生命誕生，也不代表它會進化出智慧。地球上生命出現了38億年，但有思考、使用工具、建立文明的智慧生命，只存在了短短幾十萬年。在自然界中，大多數生命形式都停留在簡單層級，只有極少數生命能發展出神經系統、社會性，甚至語言與邏輯。在地球的漫長歷史中，智人的出現幾乎也是一次極小概率事件。這意味着智慧生命的誕生也許並不常見，它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長期的演化時間、偶然的基因突變，還有恰當的生態競爭壓力。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錯，進化都可能會中斷在早期階段。所以這一環是生命鏈條中最為關鍵的一環，它決定了宇宙中到底有多少像我們一樣在思考的存在。能夠進行通信的文明比例。有智慧不一定意味着能被發現，在那些有智慧的文明中，又有多少發展出能夠進行星際通信的技術？人類發明無線電僅100多年，而我們發出的信號在宇宙中傳播的距離還不到120光年。這意味着120光年外的文明根本不知道人類的存在，即使銀河系中存在無數文明，他們的信號也可能離我們太遠太弱，甚至使用完全不同的通信方式。一個文明也可能在技術出現之前就自我毀滅，或者選擇沉默，不向外界發送任何信號。這些都是文明之間相互交流的壁壘。文明可持續存在的時間比例。最後這一项是整個公式中最具哲学意味的部分。假設一個文明只能存續1000年，而銀河系的壽命是100億年，那它存在的時間占比幾乎可以忽略。即使銀河中誕生過無數文明，它們也可能早已消亡，只留下無線電信號的化石。反之，如果一個文明能延續100萬年甚至10000年，那麼它們的信號将如同恆星的光，長久地閃耀在宇宙的黑暗中。因此，這一項決定了我們相遇的可能。它是關於文明的壽命、穩定與命運的提問。德雷克公式的每一項都指向一個關鍵變量。這些變量看似簡單，但每一個背後都藏着巨大的未知。即便我們對其中某些參數做出合理估算，結果依然可能從我們是宇宙中的唯一，到銀河系充滿文明之間剧烈波動。當你把所有的因素都乘在一起，那些原本看似充滿希望的數字，卻變得微乎其微。2000億顆恆星似乎已經是天文數字，但當你依次乘上那些不確定的比例，並不是每顆恆星都有行星，並不是每顆行星都在宜居帶，並不是每個宜居行星上都會誕生生命，更不是每個生命都會走向智慧，走向交流，走向永恆。到最後，这個公式或許只剩下一個結果，我們可能真的是銀河系中唯一會仰望星空的存在。德雷克公式更像是一面鏡子，它不僅讓我們去尋找外星文明，也讓我們重新認識自己。它讓我們看到智慧文明的出現需要多少層的幸運疊加，它讓我們意識到我們腳下的地球可能是億萬年宇宙演化中少數能孕育思想與記憶的星球。可就在我們計算這些數字、憧憬那些星球的時候，一個更令人不安的問題出現了。如果宇宙真的有那麼多行星，如果生命真的如此普遍，那他們都去哪了？為什麼宇宙寂靜如初？為什麼我們的射電望遠鏡從未捕捉到哪怕一次明確的回應？
為什麼在茫茫星海中，看似充滿生命的可能，卻空無一聲問候？如果它們真的存在，那它們到底在哪？